20世纪30年代，一支欧洲探险队深入卡坦加丛林，然后彻底消失。数月后，当地猎户在丛林深处发现了一处被毁坏的营地，帐篷撕裂，物资散落，现场一片狼藉。更可怕的是，营地附近发现了巨大的蛇类爬行痕迹和被压碎的植被。直到1959年，比利时皇家空军一架直升机低飞于刚果丛林上空，飞行员目睹了一幕足以颠覆现代生物学的惊人场景。一条三角形、头如小汽车般宽阔、体长超过15米的巨蛇正在丛林中游动。欢迎来到老 K 档案室，今天我们将深入这片神秘的非洲境地，揭开这条神秘巨蟒的真面目。接下来10分钟，我将告诉你3个连生物学家都无法解释的证据，这其中可能会有颠覆你认知的存在。这是普通森蚺，最大9米，而这据称是一条15米的卡坦加巨蛇。如此巨大的蟒蛇，它是如何藏匿于刚果雨林而不被发现的呢？我们先回到事件的核心，目击者雷米·范利尔德上校。要评估一份证词的价值，我们首先要看提供证词的人是谁。范利尔德可不是一个普通的飞行员，他是2战期间比利时空军的王牌，有确切的击落6架敌机的战绩，负伤数次，是一位获得过英国杰出飞行10字勋章的战斗英雄。这样的人，他的心理素质、他的观察能力、他在高压环境下的判断力都远超常人。把他和惊慌失措或者眼花缭乱联系在一起，本身就非常困难。更重要的是，1959年的那一天，他做的远远不只是看见。1959年，冷战的暗流正席卷全球，在遥远的非洲，比利时皇家空军上校雷米·范利尔德正驾驶着一架直升机，在卡坦加地区执行常规任务。此时天气晴朗无云，视野绝佳。当直升机在离下面约125米处的上空飞经时，盖森注意到地面上的白蚁蚁丘旁似有一个大树干般的巨大的不明东西在移动，直到距离拉近，这才发现原来那个大树干般的东西竟然是一条从未遇见过的巨蛇。范利尔德最初的反应和我们一样，难以置信。为了确认，他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降低飞行高度。他驾驶着直升机盘旋下降，一度距离那条巨蛇只有不到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的高度。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直升机旋翼掀起的气流足以吹断树枝，让地面飞沙走石。而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狂风和噪音中，范利尔德描述道，那条蛇缓缓地抬起了它的前半身，高度接近3米，摆出了一个清晰的、充满敌意的攻击姿态。它的头是独特的三角形，下颚的宽度据他目测接近2英尺，也就是60厘米。此时的巨蛇正高高地抬起它那像马一样的三角形头颅，直勾勾地盯着飞机。范利尔德上校毫不怀疑，如果飞机进入他的攻击范围，他定会在一瞬间扑上来。范利尔德尽力将飞机高度调整在离地35到45米的位置，并先后多次飞过这条大蛇的上空，以便机组工程师金特副官用相机记录下这震撼的一幕。最终他们成功得到了这张照片。随后因为飞机燃料不足，范利尔德上校拉升直升机离开，返回位于卡米纳的空军基地后，范利尔德立即向同僚们讲述了他的经历。起初迎接他的是一片善意的哄笑和怀疑，同事们开玩笑说他或许是在丛林上空待得太久产生了幻觉，或者把几条纠缠在一起的蟒蛇看成了一条。但当范利尔德将冲洗出来的照片展示在众人面前时，所有的笑声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久的凝重的沉默。照片的画面虽然是从空中俯拍，有些模糊，但主体轮廓却异常清晰。一个巨大的蜿蜒的身体，其尺寸与周围的树木、白蚁丘形成了惊人的对比。而关于目击的具体地点，2023年3月3日，一位名叫巴特唐纳德开心乐园餐的网友发布了一条帖子，声称找到了巨蛇照片的详细坐标。根据他的说法，他通过比对路径和白蚁丘的分布位置，找到了这个地方，并以降低图片透明度的形式与原图进行了对比。时间再次回到当年，这张照片迅速在基地内部流传开来，并很快被上报给军方高层。事件的性质也从一则飞行员的奇闻异事，演变成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情报。范利尔德本人也因此被卷入了一场他从未预料到的风暴中心，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接受来自不同部门的质询，
甚至连同据称拍摄的照片一起被列为绝密档案。这份报告和照片至今仍未公开。你认为军方在隐藏什么？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错误观察，为何要列为绝密？一、军方掩盖了真相；二、只是例行保密程序。接下来的证据可能会颠覆所有人的认知。范利尔德上校并非唯一的目击者，卡坦加巨蛇的传说在当地部落中流传已久，甚至在传教士马库斯·弗里曼的日记记载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巨蛇遭遇。当他在刚果河畔举行洗礼仪式时，突然从河边草丛中爬出一条体长难以估量的巨蛇，仅露出的部分就超过了教堂的长度。弗里曼描述，这条蛇的鳞片有金属般的光泽，头部高高抬起，发出像金属摩擦地面一样刺耳的嘶吼。从1930年至今，非洲刚果地区已记录至少17起疑似卡坦加巨蛇的目击事件，而绝大多数目击者描述的体长都在12到15米之间。最不可思议的是，每当有人向当地村民询问时，他们却对此讳莫如深，拒绝讨论，仿佛巨蛇的存在是某种不可言说的禁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卡坦加地区以及更广阔的刚果盆地，许多原住民部落的口述历史和创世神话中，蛇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卢巴人的传统信仰中，蛇常常被视为连接天与地的使者，是水、生育力和权力的象征。他们的传说中不乏关于体型巨大、拥有超凡力量的蛇神的故事。这些蛇神居住在河流深处、隐秘的洞穴或是人迹罕至的密林中，他们既能带来丰收和雨水，也能引发洪水和灾难，其喜怒决定着部落的命运。这些传说很可能暗示着某种真实生物的存在，毕竟大多数原始部落的传说往往基于真实观察，只是在传播过程中被神化。但是这假说也存在明显漏洞，最关键问题是缺乏确凿的实物证据。20世纪至今，科学界从未获得过卡坦加巨蛇的标本骨骼，甚至清晰照片。对于体型如此巨大的生物，这不符合常理。如果它真的存在，早该有更多证据了。其次，15米以上的巨蛇生态需求难以满足。卡坦加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否足以支持如此庞大捕食者的生存和繁衍，是个巨大疑问。更具阴谋论色彩的是，卡坦加巨蛇可能是冷战时期某种秘密军事或生物实验的产物。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比较让人能接受的可能。我们知道，即使是目前已知现存的世界上最长的蛇类——东南亚的网纹蟒，其最大长度记录也只有10米左右，而加丹加巨蛇最保守的预估体长就已经达到15米。这个长度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一个古老的巨蛇科物种还生活在刚果茂密的森林里。毕竟刚果河是地球上少数未被完全驯服的荒野地带，或许有一个古老的巨蛇科物种还生活在那片深邃的雨林中，譬如非洲巨蟒。非洲巨蟒是一种已经灭绝的大型蟒蛇，是现今已知继婆苏吉社和泰坦然之后的第3大蛇类，生活在距今约4000万年前的古近纪始新世时期，主要分布于现今的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地区，预估体长在9到11米之间。目前这个物种只有少量化石被发现，由于它们可能是以始祖象等原始象为食，所以也被称为吞象巨蛇。加丹加巨蛇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史前或未知的物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就是一只基因突变的中非岩蟒。中非岩蟒是现今已知分布于非洲地区、体型最大的蟒科动物，是世界上体长最长的蛇类之一，广泛分布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多栖息在草原半沙漠岩地，以家禽鱼类、大型啮齿类或大型猫科动物的幼崽为食。成年中非岩蟒的平均体长一般在3到4米之间，少数年长的个体可以达到4.8米。未经证实的报告显示，在冈比亚曾发现过体长超过7.5米的个体。在1991年，瑞士生物学家克劳德·马丁的《西非雨林》一书中，甚至记录着在非洲科特迪瓦南部的宾格维尔附近，还曾发现过一条体长9.96米的巨型岩蟒。如果上述这些报告记录为真，那么可能代表着，在那片人类尚未踏足的雨林地带，还存在着体型指标更大的个体。时光荏苒，距离雷米·范利尔德上校那次惊心动魄的遭遇，已经过去了超过1个甲子。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类的足迹已经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卫星网络以前所未有的精度绘制着地表的每一寸土地。然而，卡坦加巨蛇这个诞生于殖民时代末期的神秘魅影，却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愈发清晰地盘踞在人类集体想象的版图之中。它究竟是什么？它可能是一次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在特定光线和角度下产生的被无限放大的视觉误差，它可能是一条尺寸惊人的非洲岩蟒，在目击者恐惧心理的催化下被赋予了传说的外衣，它甚至可能只是一个精心编织的故事，一张真假难辨的照片，在媒体的渲染和公众的猎奇心理中被塑造成了一个不朽的传奇。从科学的严谨性出发，这些理性的解释似乎拥有着最高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又无法轻易地全盘否定另一种可能。在刚果盆地那片广袤无垠，至今仍有大片区域未被人类深入探索的绿色心脏里，是否真的潜藏着一些超乎我们想象的生命形态？自然界的演化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与奇迹，谁又能100%地断言，在某个与世隔绝的生态位中不会诞生出打破现有生物学框架的怪物？卡坦加巨蛇的真正意义或许早已超越了其生物学上的真实性，它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文化符号，一面折射出人类内心深处复杂情感的冷静，它代表着对未知的敬畏与恐惧。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自认为已经掌控一切的今天，卡坦加巨蛇的存在提醒着我们，自然界依然保留着它神秘、狂野和不可预测的一面。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之外，依然有我们无法理解和控制的力量存在。这种原始的恐惧是人类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它也象征着人类永不磨灭的探索欲望。正是因为有像卡坦加巨蛇这样的未解之谜存在，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探险家、科学家和梦想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之中。谜题本身就是驱动人类文明前进的燃料，我们渴望揭开真相，渴望将地图上的空白区域一一填满。最终，卡坦加巨蛇的故事是事实与想象、科学与神话、恐惧与好奇心交织的完美产物。无论未来的某一天是否有探险队真的在刚果的泥沼中发现了巨蛇的骸骨，从而证实它的存在，还是通过更先进的技术彻底证伪了那张老旧的照片，为这个传说画上句号，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卡坦加巨蛇都将作为一个永恒的谜题，继续在无数人的心中蜿蜒前行。它潜伏在历史的迷雾中，盘踞在人类想象力的边缘，冷冷地注视着我们。它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古老的真理：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所能看见和理解的要广阔、深邃和奇妙得多，而我们对自然的探索或许才刚刚开始。